红军一道传三友，在其道场紫霄宫收了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这个圣人级别的徒弟。当此三人一成出师后，又都别开天地，另立乾坤，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道场。其中太上老君将道场设在了大罗山上，并将道场命名为八景宫玄都洞，在此他收了玄都大法师一个徒弟。元始天尊将道场设在了昆仑山上，并将道场命名为玉虚宫，在此他收了包括南极仙翁、玉虚12仙、云中子、姜子牙、申公豹在内的共计16个门人。通天教主则将道场设在了金鳌岛上，并将道场命名为碧游宫，他的徒弟包括了多宝道人、金灵圣母、龟灵圣母、无当圣母等共计万名仙人。当然，在这3位圣人中，由于太上老君只有玄都大法师一个徒弟，所以除太上老君之外，八景宫自然是玄都大法师说了算。通天教主虽有门人万千，但自他之下地位最高、权势最大的，还得说是多宝道人。他仅凭一句话就改变了通天教主对阐教门人的态度，并因此而引发了后来的圣人之战，也就是诛仙阵之战。还有，从通天教主将摆诛仙阵的任务全权交给多宝道人负责，也能看出多宝道人在截教位高权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自元始天尊之下，谁才是玉虚宫最有权势之人呢？对此有人说，燃灯道人是阐教最有权势之人，毕竟玉虚12仙和姜子牙都尊其为老师，这说明燃灯在他们心中的地位非常高。还有，从燃灯当家主持破尸绝阵也能看出，他在阐教的地位相当高。那么，燃灯在玉虚宫的权势真的很大吗？对此，小道士认为燃灯在玉虚宫的权势并不大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燃灯并不是元始天尊的徒弟，这一点从玉虚12仙和姜子牙喊他老师可以印证。若燃灯是元始天尊徒弟的话，那么玉虚12仙和姜子牙只会喊他师兄。既然燃灯不是元始天尊徒弟，这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成为元始天尊心腹。如此一来，他在玉虚宫哪还有权势可言呢？还有，元始天尊曾安排燃灯去偷袭通天教主，将如此不光彩的事交给燃灯，这也足以证明在元始天尊心中根本没拿燃灯当一回事。既然不是燃灯，那么会是谁呢？对此，小道士认为元始天尊之下，玉虚宫最有权势之人该是南极仙翁。之所以这样说，可以从3点看出：一，无论是在玉虚宫还是在元始天尊外出破阵时，南极仙翁都会常伴元始天尊左右。这说明什么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元始天尊这就是在将南极仙翁当成接班人培养。说白了，南极仙翁就是阐教的太子爷。如此一来，他在玉虚宫的地位自然就是元始之下、群仙之上的存在了。二，除玉虚宫太子爷的身份，南极仙翁在天庭也有一定地位。这一点从南极仙翁上天庭界素色云界旗可以看出。对此，封神原文写道：且说南极仙翁急忙收拾，换了朝服，系了叮当玉佩，手执朝户，离了玉虚宫，足踏祥云，飘飘荡荡，鹤驾先行引导。从南极仙翁穿朝服、执朝户可以看出，他在天庭也有官职在身。这说明南极仙翁无论是在玉虚宫还是在天庭都能吃得开，而这也是他有权有势的印证。三，姜子牙因无缘仙道而被元始天尊赶下昆仑山，对此学艺不成的姜子牙自然不肯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元始天尊大怒，并以天命不可违去让姜子牙死心。就在双方僵持之时，南极仙翁开口，并以日后还有上山之日为承诺，去让姜子牙下山。要知道，元始天尊都没给姜子牙如此承诺，而南极仙翁却敢擅自做主进的承诺，这说明南极仙翁在玉虚宫也有话语权，其地位和权势自然也就高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